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现在的人哦，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以前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百科全书，那就是万字谱或者是千字谱。什么叫万字谱还是千字谱呢？就是因为大多数想要买万字的人或者是买千字的人都会去找这一本书，然后甚至就是老一辈的人都会把整本书都背起来了。这样子这本书实际上是要怎样用呢？就比方说，昨晚呢，我梦到一条蛇，蛇是什么 number 呢？你就问那些老人，或者是参考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找到答案。蛇的 number 是1381哦，这样你就可以去买1381咯。5块多5块小，这样中了你就可以有几千块了，我也不知道。这样其实这一期呢，我不是要教大家怎样买万字，我只是要讲一下我们的脑的 memory 的 function， 我们好像越来越少用。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刚有电话，还没有行动电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朋友家的电话号码，我们自己家的电话号码，所以都是会背起来的。所以现在你问我的话，我还可以想出一两个我常常打的电话号码，好像我家以前的电话号码是518476现在你打了没有人接听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呢越来越多时候呢，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习惯的都已经改变了。现在我们都很多依赖我们的手机来记录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越来越少运用我们的头脑了。我还记得就是以前的老一辈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读很多书，可是呢，他们就有这个娱乐咯，就是买万字播的一种了。可是也有合法的，可是你知道以前呢，也是有很多非法的啦。他们就是有开彩的日子呢，就会有写千字还是写万字的安弟还是安哥就会上门来写字，这样他们就叫下级来下请。那么大家就会有这种文化跟风俗。万字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吧。那个时代的人都通常都是讲那天我中什么什么字那天有开什么什么字这个字刚刚才开头奖就是日常的话题啦。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不是这样啦，可是在槟城，在大三角我成长的地方就是非常普遍。也不只是是需要靠我们的大脑的这个 memory 好像如果玩这些扑克牌还是打麻将其实也是一种很靠你的心算能力，还有你的记忆力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渐渐的边缘化的一种能力吧。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出去旅行找路这些东西，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 Google Map 的，我们就是很靠记忆，很靠就是那个地图，真正的地图，纸张的地图，或者是你问某些人，然后一些人会画给你看你走这里，然后经过什么什么哪一个方向，他们就是靠这些记忆来告诉你，然后你就会去找那个地方咯。那么有时候这不只是导航，也是一种社交吧。好像我们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迷路了，我们也不会这么慌张，我们会问人，我们会就看到一个陌生人就会问他，这样通常数人都很乐意的去帮忙甚至会带你去走一小段路就这样子带你出去。所以这些小小的互动让我们跟陌生人有这种的连接。现在呢，我们就只是靠手机，靠 GPS， 我们完全就不需要去问其他的人。的确是很方便的，尤其你去到外国，语言不通，你现在都可以用你自己的 app， 自己的手机去找到你要去的地方。但是同时你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然后也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的孤立吧。所以
总结就是，现在我们虽然有了手机，生活变得很方便，这个是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我们原本有的这种能力，跟我们这种社交的一种形式吧。就好像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心算能力，还有我们认清方向、找路的这个能力吧。我们现在都是全靠我们的这一些科技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以前就比较容易会主动去求救，好像你迷路了，你就会寻找陌生人，你会主动开口。而现在呢，大家都比较喜欢靠手机吧，所以而且现在人也越来越害怕跟其他人的接触吧，所以就变成延伸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了，就包括社交障碍啊、忧郁啊、孤独啊、被孤立啊，各种社交的问题吧。虽然手机给了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方便，我们也不是想要回到过去这样的日子了。可是你想一想，偶尔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打打麻将，可以做一些健康的活动，这些互动，这些社交互动，也不是一件坏事啦。就是对于我们的头脑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这些科技的方便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我们需要努力去粘合补充这一方面的缺失吧。最后我要强调啊，我不是鼓吹赌博，好像这些牌啊、麻将啊，其实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很健康训练脑力的游戏，所以呢，就不要涉及金钱利益，这样子就大家都安全哦。因为赌博是一个不好的活动啦，是犯法的 ，OK？ 就大家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当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游戏，来跟家人们互动啊，跟朋友们玩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很健康的活动啦。所以就大家不要去赌博 ，OK？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视频，闲人闲事聊，就请多多订阅、按赞和分享，这将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下期再见，拜拜。